节目开始上菜啦！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哦。11点热炒店。原本的我其实觉得好，两个人幸福就好。突然在一个瞬间，可能到我38岁，突然觉得，突然觉得有一种很想要当妈妈的感觉。那是一个氛围，就是你觉得我现在就想要有个小孩。我取了4次卵，就只有1颗受精卵是比较好。是好的。见鬼了！我说若琪，你开得很好啊！我这句话一讲出来，他热泪盈眶。对呀、只要没有生到，我开得很好，有他在我就走中了。他是我生命的模考。11点热炒店熊高叉，不呛不辣不上桌，哇！然后谢谢美人姐啦，哇，蓬荜生辉，哇！你是怎么让 TVBS 对你这样子哈，像选妃一样啊？没有，要特别恭喜你，你也成为神女郎之一你每天这样子伸张首尾的开门做生意不累啊？所以嘛，演艺圈主持人有时候跟妓女没有两样。首先，第一，你工作不能挑情绪，对不对？你出门跟老婆吵架，你也是得跟真的一样在那边说说笑笑啊。对呀。啊，第二呢，真的就伸张首尾啦。哎呀，要每天面对不同的人。对呀。真的谢谢美人姐啦，对不对？哈，以国宝级的艺人，对不对？愿意来我们这个小地方。国宝级。什么时候？这不是热炒店吗？怎么感觉像在这个酒家了哈 ？OK， 好。所以呢，那个英英美人姐来我们节目哦，所以这主题是挑过的啦。啊，一定就是要跟婚姻两性有关的，他们就是都是婚姻有问题的。不是有质感，是有问题的。对，所以今天要来咨商，总计来了3对夫妻。是，好，就森达这一对，对不对？好 ，OK， 好，还有若琪，还有这个祖雄跟江娜这一对，好，还有陈真跟强尼，好，你好。我们邀请到2位达人专家，今天要来挽救他们的婚姻。首先第一位是精油调香师 Stephanie， 以及我们的心理咨商师陈慧婷。来，我们还要欢迎最重要我们的热炒爱神维纳斯林香。好，我们的夫妻到底遇到什么婚姻的问题呢？就听他们娓娓道来啦。来，先第一组，好不好？生娃期待不同调，若琪超开心，但你却不快乐。是。转眼间若琪当已经40岁了，是刚过40大寿。40大寿，然后我就是每天跟他相处，我觉得他的视觉年龄差不多28，然后突然他在大概38岁左右，突然就开始跟我讲说他人生的目标想要生小孩，就杀得我措手不及，因为我没有特别去顾虑到他的这个生育这一块的资讯，后来就发生，就是我们就开始一系列医生就说，那不然就直接进行一些人工还有自然的同时间，然后就打乱了我们很多生活节奏，就是整天突然就是他明明是最怕痛的人，然后我还要帮他插针啊，还要什么东西，然后插完他的针。物理跟生理2种同时执行的情况下，他明明是很怕痛的人，可是我要看着他强颜欢笑说不痛啊，他很开心，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在他的计划里面正在实现，然后就是一直很坚强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取卵目前也已经取了好几次，然后每一次就是默默就要看他吸那个氧气进入昏迷，然后每一次就是很虚弱了起来。那我就想说，我人生为什么要有一段时间专门拿来看着我自己很在乎的另外一半去做这件事？为什么他感觉好像已经到了要保大保小的选择了？对，其实也是啊，因为其实啊，近40也差不多了。对，就是受孕，其实过程还是会很辛苦。医生说数值已经紧绷了，就是你再拖，有可能就没有小孩。然后我又不想要剥夺掉他这个愿望，他这个机会，所以我就是一直陪着。可陪着的过程，我也感受不到我很开心。然后我们的生活相处的品质，然后开心的那个爱的状态，也已经不是像以前说是生理需求，而是在教功课。那我们2个相处明明是很幸福，为什么要把时间拨给一个我还不知道的小生命，然后让我们2个人没有办法好好相处？这个是男女双方生理年龄不一样，对不对？你在20年都能生，但若琪没有了。是。对不对？对，而且你知道
通常讲不婚不生的人呢，可是我们是人，人有一个最原始传下来一个 DNA， 那个 DNA 叫什么？要延续生命。对。它也许会在37岁出现，也许是在41岁出现。反正你这一生，即使不婚不生的人，都会有那个 moment， 那个时候会出现，懂吗？哈。因为小孩是婚姻的续命单，你知道吗？我常举这个例子啊，我跟我老婆结婚5年，然后再加上前面的热恋，那也就你们有热恋了？有，我不是花钱买的，你们不是硬撑哦。没进去了，已经很开心。说真的啊，婚姻走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呢，每天一直在那边强要找话题也不是办法。幸亏小孩诞生，你知道吗？小孩诞生，夫妻俩开始有共同话题、共同的计划，对不对啊？婚姻就开始大家又走到一个共同的一个频率上面去了。所以哦，升达，我要跟你讲，如果假设你们没有小孩的话，一路再走下去，你现在觉得说我们2个神雕侠侣过得很快乐，其实不然哦。到后来你会觉得慢慢会变室友的关系哦，直到有一天又有一个小孩了，好可爱好可爱，你们2个开始规划这规划那，那小孩保鲜期少说15年呐，对不对？因为原本的我其实觉得好2个人幸福就好，但是突然到真的像美人姐说，突然在一个瞬间，可能到我38岁，突然觉得我觉得突然觉得有一种很想要当妈妈的感觉，那是一个氛围，就是你觉得我现在就想要有个小孩，对，那时候我再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其实素质已经很不好，时不我与了。对，然后我跟我老公分享，他就说那就不要生了，我们2个就是自己也很开心。他说很开心哦，我们是很开心的那一种。虽然是我们2个在一起很开心没有错，但是因为他为了完成我梦想，他会觉得他会有点痛苦，就是可能像比如说他说交功课这一块，就是我跟他说，今天几点一定要干嘛做这件事，因为现在是排卵期，可是我现在就不想啊，所以就变成是我们2个之间可能会有点小摩擦，反而是我们的感情的那个分端，以前还不会吵这件事情，现在变成这件事情是一个争吵。对，那现在等于说我们全部都弄完，我取了4次卵，就只有1颗受精卵是比较好的，是好的，但是那个受精卵它植入的成功几率是30%而已，所以就是我唯一的那颗可以植入，所以就变成是医生还建议说我们就先自然，真的不行再植入那一颗。对，所以升达觉得这是你们婚姻的危机啊，那你自己觉得你的婚姻危机是什么？我自己婚姻危机是因为他真的太爱我了，他会把专注度是爱啊，他会把太多专注度没被我爱过，你不知道哦。都会放在我身上，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2个家庭的地位大，你就说大，不要说稍微大，就是大这样，然后就是连我的妈妈都会看不下去，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屏东长大嘛，然后我们就生长在一个爱的家庭，所以你不知道说，家里原来夫妻是我需要去帮忙做一些事情的，像比如说，因为我老公在家里是负责煮饭的啊，但是我不知道说，菜没有就要帮忙买菜，我是没有这个观念的。然后因为加上我老公他是那个标准比较高的，比如说他标准可能是家里要整洁度是90分啊，我可能60分就及格了，就也不用太干净。我完全了解为什么升达不愿意小孩了。完全了解了，完全了解，真的是能通灵。他一直觉得柜子打开，柴米油盐那些都有，对，然后都不用有。感觉他只有负责生完都是你的事，感觉好像有一点这种苗头。这就是升达的焦虑啊！是啊，升达跟他叫够多，该叫够谁？朝夕相处，他觉得若琪那么软诚信，你知道吗？没有。那如果又有小孩的时候怎么办？没有，我这不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标准是60分嘛，他90分他一直家里都一直会是90分，他到80分他就整理到90分，他没办法推到60分，我没有办法表现啊，没有到我表现的时候啊。那如果比如说我做什么做不好，他说你这样怎么没有什么都没有弄好？是我没有给你机会，你没有给我机会，对，你要给我机会让我去 try， 就到60分的时候我就大整理这样。可是就变成是堵水那个水沟已经堵住了，我会。那个你跟我讲，我就去清。我还要讲，对，你要讲，但你没有讲，你就自己弄。怎么又干净啊？太舒服了，就你住的舒服。又没给你机会了。你要给我机会，或是你要把我叫过来说要弄什么弄什么，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指令式的。为什么我说我爸妈看不下去？是因为他对我要求是很严格。就比如说像我们家的东西像吹风机好了，像我头发这么长，对不对？我老公他有一个卷那个吹风机的习惯，就是那个线要很整齐，2圈这样。可是呢，2圈那个吹风机一拿过来很短，它就只能吹头皮这样。你想想我头发这么长，你要怎么吹？你看我只能头皮吹干以后呢，下面要怎么吹？他说：“老公，你可以帮我把它调一下那个位置，就是让它可以下来一点，我可以吹到这边。”他说：“你为什么自己手不能动？你吹头发就这样，拿起来，
哦，自己拿头发起来。对，所以你要双手并用这样去吹，这样。我说哦好，鬼扯，真的，你的位置为什么不调低一点？而且其实我头发这么长，你不能自己调哦。你已经绑好了回应一下，他每一次那个线垂下来有没有？你插完插头放回去的时候，若琪自己会多绕一圈，插回去又多绕一圈，所以到他自己连用2次的时候，就会再往内收短。其实根本不用再多绕2圈回去，那个长度是完全可以放到这里的。对，是若琪会惯性的一直往内再多绕2圈，越卷越多。他们可以把这么多的力气放在那一根线上。对，冰山一角啦。对，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就比如说我开个车，对不对？这旁边人就安静就好。我老公是会旁边。方向灯，对，打完，走中线，你不要走到快车，你在快车道开一下，走回原本的中间，不要随时在快车道什么，就你会觉得他讲话不是这么温和。有一次我妈在后面哦。若琪，他就喊很大声，然后我妈说：“为什么森达对你这么凶，还是什么的？就好像这种就教官这样。”然后还有跟我妈姐说：“妈妈，你不要担心，因为森达是为了我好。”她说：“因为开车最重要的是要安全。”哦，是对。然后我妈妈就好，不然感觉我老公好像在教训小孩一样。有一次呢，我买了新车，然后给他们夫妻俩轮流试车，所以先生森达开我的车，结束以后换若琪啊，单独就跟我这样子。是，我就发现，见鬼了！我说若琪，你开得很好啊！我这句话一讲出来，他热泪盈眶。对呀，只要没有森达，我都开得很好。有他在，我就走中了。他是我生命的模考。真的，我跟你讲，我自己开车很顺，可是遇到他，就突然哪里会出现什么状况，我就会搞得我很紧张。对，所以我而且重点是我老公跟我说，你如果拿一张罚单的话，你就不能再开车。所以我这件事情谨记在心，我就没有拿过。还要跟他生孩子吗？我就没有拿过任何一张罚单，拿罚单都是他还有家里常常就是有好多罚单，我说为什么我都没有罚单，他还可以这样一直跟我说，你要注意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爱碎念呐，那加纳也是要抱怨祖雄也爱碎念。为什么我听你们的情况跟我们一模一样？真的是不是处女座？处女座。而且我们都是属虎的处女座，我们都属虎，然后我们都是处女座。你这么优秀啊！漂亮，幸会，真的。很累，我也是一直跟大家讲，他一直念我，因为但是有一个100分的，你就是要做到100分。比方说我们吃饭，我们吃完了，他要立刻洗碗，但是我就觉得可以休息吗？不行，他就是在那边一半洗地，一半洗碗，一边念我。不是因为现在夏天，你如果食物在那边没有收拾，就会有很多果蝇在家里飞来飞去。我就会跟他说，我为什么会碎念，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我们结婚1年多，但是我们在一起3年多。我们3年多来讲，严格讲，真正大吵的那种，只吵过1次而已。那很少对，很少，我们很少真的大声吵架。那第一次，那时候我们大声吵完之后，加纳很认真跟我讲，他说有什么事情你都要好好跟我讲，不能够大声跟我讲。我就记起来了。自此之后，所有的事情我不管再生气，我都是慢慢跟他讲。但是他讲很久，就可以讲1个小时、2个小时。我跟你讲啊，嘶吼很大声，很讨人厌，没错。其实苍蝇那种更烦。比如说他吃完东西没有收拾，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我们家为什么这么多果蝇吗？就是因为我们的食物放在桌上没有收，所以你下次呢就要先收好，然后你就要收。我就会这样子一直讲。好啦，问一下我们那个热炒爱神，刚刚主角是森达跟若琪，可是感觉他们的危机，主持人跟嘉伟气比较大。那我们针对森达跟若琪这对夫妻婚姻危机的指数有多高呢？其实我是觉得他们就是在晒恩爱，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一对欢喜冤家，然后就是相爱相杀的角色。就像你看那个森达说，他很舍不得那个他一直打针，然后他在性事方面也不开心嘛。可是他还是为了满足他的心愿，这就代表有爱啊。对，有爱才会愿意持续这样。所以这个备孕还是在 ING 中嘛，对不对？是辛苦了。对，目前还是有点。而且我觉得小孩生出来大家都会不一样，我感觉那个洛奇也会有比较那个钉钉一点。对，而且因为他们的那个备孕影片我都有看，我就觉得好辛苦，就是没有中。所以你要警惕你自己，要赶快去动了。对，我刚才在跟他们分享说，你一直叫我赶快去动。对呀，我叫他赶快去动一动啊，好主意。而且我发现我跟森达还有祖雄超级像，我就是会边做完。你也是处女座，你也是处女座，这么优秀。
对，拍到底呢。我刚刚听到我都觉得你们两个超级优秀，做事就是要有规律，要有步调，这东西就是要整齐啊。对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一半就是一直喜欢搞砸一切。听你说话好疗愈啊！来，我们专业心理咨商师要怎么解决这种类型的夫妻问题？我也是处女座。对吧？刚刚我听了就是2对夫妻的在讲的故事，那我也觉得，刹那间我好像没有看到丈夫，我反而看到了爸爸。因为我觉得他们2个人都很像爸爸，对，所以为什么若琪她想要小孩，申达他不想要小孩？因为他就有一个女儿了，为什么他还要小孩？其实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难怪每次我想要的时候都觉得怪怪的。你够了，难怪我觉得我有2个女儿。是啊，那怎么办？如果要解决的话，当然就是你要当回去丈夫啊，你不能再当回去爸爸。所以那一个碎碎念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那其实碎念这件事情啊，其实也蛮常见的。那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其实就是因为焦虑啊，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控制。那这种我们会称为隐性的控制。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实际上的控制反而还让人家舒服一些，也就显示就是备孕这一个事情，其实跟压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如果要比较顺利的话，我想。要玩谁？我想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做功课也可以有趣的做功课跟不有趣的做功课，所以要做功课还是可以点精油，还是可以放音乐，还是可以丢给我们史蒂芬妮老师。怎么样用精油的方式呢，帮助他们调情跟改善紧张的生活？很多就是我们这个产业，然后他会来跟我们说，我想要什么样的芳薰的精油，因为对单方。那有一款叫 Desire， 就是渴望精油，里面的最主要的配方有像依兰、山鸡椒，这很重要哦，就是它刺激你的这种荷尔蒙。那它这个复方很大，里面还有丁香，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左手香，刺激你这个想要的方式。像这款精油的话，它用之前，男生跟女生涂不同的地方，男生就是若琪，你要帮申达涂在人鱼线，那个申达要帮你老婆涂在腰的整个后面的侧，然后 T 字形。这是丁字裤涂后面丁字裤的位置，可以在还没抹之前，你就先扩香啊，放在扩香器上面，你闻到那个味道啊。像刚才他们有人闻到那个味道，他们就说：“哇哦，怎么很有那种动力的感觉？”那依然的话是一个很棒，就是说让你觉得说啊，你渴望 desire， 你想要嘛，你觉得说若琪被照顾了嘛。那我这里面还有依兰加山鸡椒，重点是迷迭香还有这个丁香，都是让你觉得说啊，我在 take care 你这种感觉。它是个大复方，里面有8种单方在一起。其实音乐跟香气是最容易撩拨这种情绪的。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嗅觉哦，是直接不用经过那个接线生有没有，也不用经过秘书转达，就直接进入海马回，所以它是最直接的。所以芳香疗法其实在瑞士已经是健保给付了。OK 好，那在其他国家还没有，所以为什么台湾的有执照的芳香师几乎都是从瑞士这个拿执照回来的？好，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来，我们第2组祖雄跟嘉娜，说说你们的婚姻危机啊。来说一下我们的危机，就是金钱观念差很大。对，就是你努力省钱，嘉娜努力撒钱。对，现在他们刚才有讲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现在还有小孩，所以还有奶粉、尿布、副食品，这些全部所有的钱都是我在掌控。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观念差很多，然后他不想要沟通。我们上一次因为这个东西吵架，是因为那个电费，我就突然收到电费16000我就电费很夸张16000我就问他为什么会用16000因为他在家的时间比我多，然后我就问他，他说因为家里很热就开冷气啊，因为现在夏天的那个电费好像都有调整，对，而且是白天比晚上贵，他都是白天几乎都一直在开冷气，然后你舍不得。就是因为他现在很热，不是断章取义很恐怖。对啊，明哥，你知道16000我要省多少尿布钱、奶粉钱？要省是很贵，很贵。对，新的电费。嘉娜，你知道你电费花了16000吗？他不想讨论这个事，不介入讨论。就是他跟我讲，我就说哦好，对， ，OK，就这样，然后就继续讲别的事情。不然真的太
太热了，你怎么办？对啊，你不开冷气嘛？对而且我们有小孩，对，怎么办？好，我找了很多方法，因为网络上你搜省冷气的方法还是有很多招，比如说其中一招就是冷气加风扇，就是冷气稍微开一下，风扇吹大一点，就稍微把整个室内的温度风扇前面要放冰块哦。对，试出来1万8。网络上会有很多这种方法，我就跟他分享说，我们可不可以试试这个，他都不想尝试。所以听下来，加纳对花钱比较没有概念，对不对？对，他是完全没有数字概念。不是，因为但是花钱，我觉得就是很夸张。比方说，他一直要算这个尿布一片尿布5块钱，一片尿布6块钱。我觉得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随便拿就好了。我喜欢哪一个我就买哪一个。他那天随便拿一片尿布15块。我买的是一片尿布5块多，他随便拿一个15块的。他15块的好处是在什么？因为他跟我说，他尿尿的时候他不会湿，所以皮肤不容易敏感过敏。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要买，我就买了。我就跟他讲的。那个钱是谁付的？那个钱是他。然后就好几次都是他商务舱我经济舱，他商务舱我经济舱。我觉得问题不是在于说我给他好一点，因为他开心我也会开心。问题是我要跟他沟通讨论这些省钱的时候，他都不想要参与这个话题。他只想要坐他的商务舱，他不想要讨论说，豪华经济舱可不可以？我有问过他，但是他是完全不想要，完全不想要鸟我的。讨论，这个当然有压力啊！商务舱现在多贵啊！对，现在很贵，2倍。对，但因为加拿大好日子过惯了啦。因为我觉得他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如果他做过一次，他就知道多么舒服，他就会了解。加拿大我们也知道很舒服啊，我也在想，我也知道很舒服。其实我们不用真的做过就知道那个很舒服，这样就很舒服了。可是那个价差这么多啊，那个要赚很久才有的。如果是很短期的做这个，真的是很浪费啊。对啊，所以我叫他去研究怎么让我做商务舱，他就有那个什么里程。然后每次就是买经济舱，然后用里程去升级，让它变成商务舱。那你跟他一起出国，你坐在商务舱，他坐在经济舱 ，you feel good？我会拿我的零食给他吃。你知道那空姐看到我，那空姐在经济舱看到我，她说：“你老婆在前面哦。”我说：“我知道啊。”她好像不知道我不知道老婆在前面。可爱了，可爱。你还有别条要？还有一个，这个真的是文化差异的，家庭观念不一样。加纳常常惹怒你的家人。对，因为我的家人都是算是比较传统的华人，那跟加纳的想法就天差地远。所以还好，我们幸运的是，我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所以我每次是过年的时候，过年过节我才会带他回马来西亚去见我的父母。但每一次见我父母，我都会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他讲话都是嘴巴动得比头脑快。所以像我妈妈，你知道我妈妈很传统，我们生了第一个是女儿嘛，我妈妈就会说加油，再生一个男生，她就会直接回呛说，我不想要儿子，我喜欢女儿，我不喜欢男生。然后可是我妈妈，你知道是那种一心想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对，她就一直会说，到我们回去，她每一天都在念这个哦。马来西亚见父母之前，你有没有先跟他科普一下，或者跟他讲一下会遇到这些状况？所以呢，请他这样子配合就好了。你应该要先讲。我有讲，但是他都会配合不了。做自己。对，那加纳你为什么不能委婉一下？因为有说而已嘛，再生一个儿子，好啊，我努力，讲这种话就好了。我做不到。他不能应酬，他讲这个话又不会痛，又不用花钱，不演戏的。对，因为我不喜欢，我就不要逼自己。他不想讲违心的话。可是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要讲违心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不讲话啊。我没办法。那叫我再分享一个，就是他第一次要见我哥哥，我亲哥哥。他就要送礼物给他，他就问我送什么，我就他跟我说他要送 T 恤，他就问我要买什么尺寸，我说你买最大的就好了，他就去买一个 XXL， 但是不知道是因为版型还是什么，就给我哥哥试的时候还是太小，我哥哥就说这个还是太小了，他就直接跟我哥哥说这是你努力的目标，你要减肥加油。我哥哥的脸整个黑掉，棒啊，幽默。你可以去参加脱口秀。等一下，祖雄，你换过来，你不要劝他了。你要带他回去之前，先跟你的家人讲好，不要问这个。我介绍你去录那个岩上曾伯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边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是男系社会啦。比较父系社会，所以我们过年过节去拜年的时候，都会发现说，男生都是聚在一起聊天、赌博，然后女生都会聚在一起怎么做家务啦，不然照顾小孩啦，都会分群哦。
就爸爸聚一边，妈妈聚一边。然后可是嘉娜每次跟我回去的时候，她都会聚在我们爸爸这边。我们爸爸在赌博，她就跟我们一起赌博，比较好玩。其他的妈妈都在做家务跟带小孩，然后她就只有她一个女生跟我们全部男生一起赌博这样。很好玩啊！我就觉得我也不是你的阿姨，为什么我要去那边做菜给你们吃？你知道赌博那么好玩？那他们那些，那他的妈妈也不是阿姨，为什么他的妈妈还有阿姨们要做菜给你吃？我是不要吃他们的菜，我叫他们跟我一起来赌博，一起来这边，我们这边赚钱，去餐厅，是不是大家开心？我可以付钱，你可以愿意用付钱的方式，对，我们是小气，这也是文化差异。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赌博赌到一半，女儿突然间要喝奶，然后是我去泡奶，我在喂女儿喝奶。然后有一个叔叔就看不下去了，我的叔叔就看不下去，他就跑过来说，他就看着嘉娜，他就说：“哦，爸爸喂小孩喝奶哦。”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讲，他就重复这句话10次哦，而且越讲越大声，就讲：“哦，爸爸喂小孩喝奶哦，哦，爸爸喂小孩喝奶。”就这样一直看着他讲，然后他也无动于衷，他就继续赌他的赌博这样，他就觉得哦，我的牌现在很好，你在后面讲什么？我应该去喂奶吧，关我屁事，你知道我在这边坏你的赌运。对，来，嘉娜，你有什么事情要抱怨祖雄的？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我的妹妹，对，跟你们现在住在一起。对，我们住在一起，然后我的妹妹有也是很奇怪的事情。没有，她照顾我们的小孩，没有她我们就完蛋了。那你也很信任祖雄。我是常常的嘛是，对不对？好好说，姐夫不是人。姐夫总从后面来。妹妹都是吃了都吃不完，都吃一点点，然后其他都塞冰箱。然后她塞过冰箱之后就没有再去碰过食物，所以我们食物全部都是她妹妹吃剩的东西。哇塞！然后她也不会去整理。对，就是一直会骂我，我觉得嘉娜应该给会要弄不整理耶。对，因为我自己一直不整理，还有妹妹在我。我每次回家看到厨房我都会晕倒，真的。那所以呢？那为什么你不叫你妹妹整理一下呢？她说我等一下会吃，我说那好，你等一下吃，也不是我的东西，我不可能去那你可以，嘉娜，那你可以为你妹妹再多买一个冰箱吗？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得到，因为这样子的话，她的东西都放那个冰箱，她不整理没关系，这样就减少祖雄的不舒服。如果让她舒服一点，你愿意吗？我愿意，但是我怕她也会塞另外一个冰箱。那就跟妹妹讲，这时候你要跟你妹妹讲说，那你就用这个冰箱，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不错，对不对？对，类似的问题，强尼昂你也有，对不对？我刚听完之后，我觉得你是不是乌克兰人啊？我不是乌克兰人，台湾人。有一点文化水土好像不太一样。怎么了？因为我是大家庭长大的小孩，所以我们大概1年会有3、4次的聚会，然后我要包办其中的1次到2次。那就是家族人会到我们家来这边，那当然吃饭不会在家里吃，因为一次都是20、30个人，30多个，30到50，他们家族这么大，没到50，就两边如果加起来的话，30到50，所以总共办2次，总共会有50个人，但是会分成2次来。那吃饭当然没办法在家里吃嘛，就吃完会过来这家里坐一坐，然后吃点甜点啊、泡泡茶啊干嘛的。那当然。那他呢？因为他自己的家庭就只有4个人，但是其实我们在找新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商议过，因为要应付这些比较多的家族人，我们就特别有准备一个院子，他也有心理准备，但显然没准备好。我觉得他有一点这个错综复杂的情绪，就他又很希望能帮上我的忙，但是他什么事都不会做。但他又要我听他的意见，所以像你们刚刚，其实我觉得你们可能再多个10年相处，大概就会知道了。这你怎么可以有意见啊？你怎么可以有意见啊？这你们到底怎么生活啊？那我问你啊，如果你很多，如果有些事情他有提了，但是你没有照他的意思做好就算了。如果做不好的话，他会。绝对会，对，他会怎样？就绝对会跟我算账到底。如果陈真不知道收敛的话，我就不知道他的底线到。陈真一直都不知道要收敛。对啊，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一直都是这样，可是通常那个人就是我们不会知道那个人忍耐到什么地方，因为他一直都是这样的表现，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这样就自然啦，我没有这恶意啊，对，我动机好，我管你结果。可是人跟人相处久了，你知道，当产生这种惰性，什么叫惰性？就是我都这样啊，我不用改啊。这样变成一种惯性，惯性就会折磨这个关系，是最严重的事情。因为我干嘛改，我干嘛改，我就是习惯就是这样。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碰到强尼的，最后一口吞不下去。
你就不要让他哪一天 K 小兵。好，来，我们来听听年轻人的想法。来，热炒爱神，你想觉得祖雄跟嘉娜这个夫妻的婚姻危机指数有多高？我觉得绝对还有9，因为我觉得嘉娜她就是进入婚姻之后，她还是保有她自己的样子，她不是老婆，不是妈妈，但是她还是就是那个她的嘉娜，她做她自己啊。对，然后我觉得还有救援，是因为她觉得她的生活是用来享受享福，不是来受难的，所以只要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所以绝对是有救的。哦，还有救 ，OK 的，绝对不要，你不要太那个。只要我不出问题都 OK。对对。可是他们这个前提在于那些问题都是用钱可以解决。对，但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吗？没有啦，人世间99%的事情都要靠钱才能解决，只有那1%啦，要靠更多钱才能多。没错，嘉娜心理状态也值得学习。这种事情我们在諮商室里面常常听到，然后我也在想，如果我在諮商室，我可能就会问说，哎，你们两个对于你们的未来有没有去做个讨论过？就是嘉娜想要的未来是什么？祖雄想要的未来是什么？我感觉到好像祖雄他跑得好快哦，他有他自己的速度，可是嘉娜她可能就还在那边，停在那边。对，如果夫妻之间为了这样子5块10块，然后把自己的感情给磨掉，其实我觉得很不划算的啦。啊，比如说嘉娜有嘉娜的钱，祖雄有祖雄的钱，可是还要有一部分是共通的钱。那嘉娜的钱可能可以不用去过问，她要怎么花就是怎么花。至于跟家人相处，我觉得就像美人姐刚刚讲的，我觉得那个界限它是非常的重要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许要跟家人见面的时候，可以先去沟通一下，我可以的，我不可以的。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在婚姻里面有一个东西，不管是对外或对内都很需要的，就是翻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话，那个都很表浅，可是那个里面的意义其实是比较重要的。OK， 来，我们的 Stephanie 老师，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适合他们的婚姻更协调？我刚才看祖雄跟那个嘉娜哦，我想到说有一款精油叫女王特调。那女王里面有涵盖的意思，就是说我成为女王是谁让我成为女王？那这种复方的精油的话，当你擦的时候，你应该有感恩的感觉，因为祖雄的心在裂的时候，你就像实力控这样把它贴下去，它就把它弭平了。它这里面有橙花，橙花就是保护你、爱护你，可是有依然它有爱情，还有薰衣草又要 calm， 所以这里面有6个复方在里面。还有很重要就是说，它让你闻了之后，就是说它的幸福感跟这个满足感，它每次闻到这个香气，但我给美人姐稍微闻一下，那个香气有前中后调，到最后是一个感恩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女王精油这个复方，就闻的话让人家感恩就对了。对，会觉得说非常的抗拿几瓶回去，我跟女儿闻一下。爸爸，谢谢你，这个家没有你真不行。来，我们最后一组，陈真跟强尼。好，陈真，我的婚姻问题是什么呢？我现在 complain 一下，就是爱频率对不上，一个想要，一个想逃。就是我觉得谁想要谁想逃，他想要我想逃，因为你知道我们购物台就是有时候会有早班，像我今天早上7点就到公司，我这么早，昨天晚上就绝对不行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要看我的班表，所以呢他就会前一天就会问我说好，那你这个礼拜班表，他想知道哪一天他要准备，那他就会很期待哦。例如说我刚刚说这礼拜5，我跟你讲，礼拜5早上8点不到，打开门，嘿嘿，知道就很今天是星期5晚上，就是那种他礼拜4石油墩，对，礼拜5就那种暖身。我不是不记得礼拜5我们有约定，可是你知道我们女生其实需要是一种情绪跟氛围。好，礼拜5早上8点，他就嘿嘿。可你有没有想过，我才刚起床，我也想要穿个比较性感的，或是漂漂亮亮的。我们早上起来嘴巴又苦的，头发又乱，然后睫毛就是整个很糟，你都不觉得自己性感，原汁原味的。因为通常拖到晚上的时候，你一个倒头又睡去了。你有你的毛病。
我就从早上开始先试探。他就怕我会闪，所以他就早上就来。我看你闪几次。我觉得他就是可能要先来一些其他的一些酝酿，都没有酝酿就直接就是要横冲直撞，我就会觉得很不 OK。但我要说一件事哦，他也很糟，就是再过几年你看看。对呀。只要我那一天稍微拒绝他说等一下啦，我还没刷牙什么这种哦，我跟你讲，他那一天他立刻会变成 Mr. No No。什么叫 Mr. No No？ 就是例如说早上我可能稍微给他个眼色嘛，就他说晚上再说啦，然后早上就会起来，我就说，哎，那我们等下去吃什么？我不饿啊。那中午呢？要不要去打球？不是要约弟弟他们打球？当然不饿啊，我真的饿，你又解不了。对，他就会什么都不要，问他打球也不要，健身房也不肯，早餐也不吃，然后跟他说，哎，那个鱿鱼游戏要不要看第3集？我不想看啊，就什么对，就人生好没有意义，就什么都 Mr. No No 啊。你这边借故闪炮，我们一定恼羞成怒的。不是，我跟你讲，其实我在乎的是因为我们约定过了，是，所以所谓君子重然诺，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放在我的行事历上面，他早上一亮灯了，你知道吗？这个会就必须要开，照规矩来，你还这样，这会就要开啊，要不然就不跟我约这个会。就一定陈真有时候经过比较，他只是要早上做，那种做到早上的你才想死哦。真的。现在倒也没办法了，再过几年我跟你讲，可能就是真的要预约的了，因为药要先开始吃。断崖式的，真的也是断崖式。断崖式的。我们男生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也曾经这么有炽热的这种激情过。是。哎呀，为什么现在你们会这样？是不是你们不爱我们了？对，有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情哦，并不代表我们真的性欲有多强，有时候是对爱的一种确认。结婚多年，老婆一般普遍都会得一种病，叫做做爱拖延症，你知道吗？讲好了啊，其实他也不累，对不对？啊，9点到了，对不对？他可能说啊，等一下我去拉个肚子，对，好，你要等他半个钟头了。拉完肚子啊，他又要洗澡了。那洗完澡呢，他跟你说他去晒衣服了，然后晒完衣服以后就说小孩，全家打扫凉了，开始恼羞成怒，算了，收工。我们就等你这一句。爱神离乡，觉得陈真跟强尼婚姻危机指数。其实我其实有点不太清楚，因为这种爱的问题，我也是觉得什么变了？对啊，对，为什么智商师？为什么女生搞了几年过后开始服务的不好吧？我觉得那个性的启动它有3个元素啦。那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感情它也有保鲜期的，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加温的部分，就是精油。对，精油也是，或者是有人说男生都比较视觉，那女生都比较感觉。那所以有的时候也许多一点，比如说约会啊，或多一点可能对精油啊，或者是我们要的其实是我在你我在你心里。对，我们不是想要当你的发泄的工具，没错。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想要一些简单的摸，简单的触碰，但不是每次一摸完就是要脱光。那你不能每次抱摸都要做，对，你就是每天都抱摸啊。有时候你真的想说你要忍一下，你要让他觉得说，哎，你不是每次都是为了想做，对啊，10次当中1、2次抱摸，哎，突然冷不防就给他来了，然后他就抗敏了吧？我先帮他抗敏一下。我现在觉得11点是一个蛮好的时候。冷不防。对了，我们那个在分级上面不一样啊，所以可以容许讲。是了解，好玩，要调一下啦。也不是不想，就是频率上。知道，好不好？好，赶快解释一下。你可不可以今天给大家一个面子，晚上回去把强尼扑倒，好不好？好不好？看我哪一罐才会把它扑倒？刚才美人姐说怎么样让他扑倒？我那个陈真，我帮你选一罐，就是强你也会很喜欢，你也会很喜欢。这有一个那个女王精油套组，它本来只是有女王精油，我刚才讲小一瓶这样，但因为太多人讲说这个味道我太喜欢了，那我就又设计了一瓶，就是说它可以抹在身上，它可以按摩，你可以洗完澡就按。女王里面我还特别加了这什么葡萄柚，它刮的时候会排水。那因为里面还有橙花、薰衣草，还有依兰，那它抹了之后，它那个淡淡的香气，哇，这味道好棒哦！对，然后就会弥漫在整个空气当中。我觉得你全身都可以涂，对不对？对，全身都可以涂。那我们刚才讲说，之前有介绍，他们可以用那个渴望嘛，这女王精油对你们。Desire， 我有帮你准备，在这儿。没有帮我准备哦，我的 Desire， 你的 Desire， 你的 Desire， 你要给美人姐闻闻看。
对。等一下，陈真，这是抢你的工作，来抢你。对，是抢你可以帮他抹一下，就是在这个肩颈就很适合。对，我跟你讲，顺向的叫做肢体按摩，对 ，OK， 逆向才是撩拨哦，对，对，美人姐，而且要从他的背后，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是当他视觉受限的时候，他其他的感官会放大，对，所以强，你为什么你给嘎一下我？我觉得美人姐好像一起跟我在，你一定要逆向，而且你麦克风拿，你们两个让女练哦。你一定要逆向，而且你2只手不可以同时离开。你一定在按他的时候，一定有一只手永远在他身上，因为他才不会害怕说你接下来要乱摸哪里。对，所以你不可以让他害怕，你懂吗？然后你绝对是逆向过来的。OK。哎，有酥麻感的。好，然后他看不到，所以他现在想象的你是金城武，你知道吗？可以哦。强你就边处理，然后我们老师这边边讲。它这个味道里面，等一下我们那个电视台旁边有一家 motel， 我再帮你付钱。我跟你讲，我必须说，难怪强尼动尾调，今天陪虎告诉你，是不是？真的好，准备下掉高尾调嘞。哎呀，我都做主皮肤有啦，陈真，你皮肤有够好，不错哦。启动了压不住。最主要这个精油里面有几个味道，我们讲说为什么讲说用女王这个纤体又按摩，对不对？你通常洗完澡之后抹油是最好的，可是早上起来皮肤也是干的，也可以抹。那里面有柑橘，你柑橘的话就很滋养你的皮肤，对不对？调在这里面，然后还有薰衣草，它让你很 calm。然后在里面，对，还会闻到薰衣草的味道。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橙花，它会让你紧实。然后里面还有那个很重要的金银花。金银花也是爱情的味道之一。爱情味道除了依兰之外，还有金银花。那金银花它让你代谢的话，还有那种解热的效果。我们在 COVID-19 的时候有用金银花，是最主要就是什么？那个金花黄色的代表香气、爱情，银花是解热。它在帮你抹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女王级的享受，有被宠爱的味道，你被宠爱的感觉。所以抹完之后，当然就接下来你们就会自己发挥嘛。它通常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拿来抹四肢，因为它排水非常的快。后来我在纤体油里面，就是把它加了身体油里面加了这个葡萄油，你可以刮刮看哦。我可以用这个刮痧板这样子。刮痧板，哎，这个刮痧板是水晶，是那个粉晶去做的。对，然后因为我常穿高跟鞋，我的小腿超级肿胀。你可以刮小腿肚后面，那你大概是3个部位哦，后腿肚还有前面胫骨，刮一刮的时候，你2只脚，你就会发现它比较松弛，然后会变。它排水之后，你的2个脚对比，2只脚对比，你就觉得说，哎，我刮过之后，它就放松了，然后自然不紧绷的话，它2只脚的这个。应该讲说纤细度就不一样，因为你的脚已经很细了，而且你看到就是说水分它慢慢被排出，不会有一点点的那种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腿很重，会就是觉得我晚上还需要抬腿，就觉得腿很重。可这样刮好舒服哦。那你这样刮完之后呢，你就觉得哎脚比较轻，最重要是把表面的淋巴刮通。所有女生她们常常出去的时候，就是说，那我出去不想要带油，我就带这个身体乳，女王身体乳。那身体乳是今年新的限量发行，因为太多人想要了。那最近航空公司也跟我们要，就是说他们要上我们一个国家航空公司，他们上他们第4季的产品，就一整组都上去。那很多女生说啊，我想要当香水使用，我就把它做成这个滚珠。所以刚才美人姐闻到这滚珠的味道，就是一个很那种被呵护的一个味道。所以总共这样一组。然后有5个不同的，还有那个特调低频的精油啊，特调低频在这边，你要再拿过去闻嘛，你也可以再涂一些在美人姐身上，1滴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它很浓，它通常都要经过加植物油或加乳液之后，然后把它稀释。那陈真那个已经加的甜杏仁油已经稀释，可以直接涂在腿上面，可以直接涂身体，所以涂臀部最好，不会有那种类似那种橘皮那种感觉。常常你这样做，还有涂手肘都可以。都可以。哎，陈真刮的差不多了。我刚刚刮之后，我觉得我现在刮完，我这只脚真的明显。要不要站起来看看？变白了，很轻哎，我这变好轻哦。来走个秀给大家看一下，对啊，哎。哇，真的，我觉得我这样踩起来，同一双高跟鞋，这脚变轻。你应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刮哪一只脚？你摸一下。左脚，我刚刮这边。
那你看一下，有没有？它那个细致度就不一样，然后颜色也不一样。有变细有真的，细很多，对，这只因为我刚刚只刮这一只，对，但我现在这样踏起来，我就觉得我左脚比较轻很多。来继续啊，强你就帮那个陈真肩颈来全身刮一刮，对啊，刮一刮这样，可以上一点油再刮，对对，这样子按摩肩颈也是让血液循环，对不对？对，老师我借你的手好不好？就是手哦，这样子摸很有意思。你在给他涂的时候，涂的时候他很喜欢十指紧扣。他说：“哎，怎么样啊？我们现在那个每个礼拜哦，还是有时间是自己出去喝咖啡啊什么，不带小孩是 me time 很重要。所以你要不要有约定？那是约定时间，约定时间喝咖啡什么的。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啊，很感恩。结婚那么久，然后老公其实都在会排班说，哎，我们来约喝咖啡。但你如果跟他排编说哎，他会吓歪哦。你赶快，对，丢车机。好，想了解更多资讯呢，可以到我们实体点热炒店的粉专去了解一下。好，我们最后就请心理咨商师给我们3对夫妻一个建议啦。好，那刚刚其实问题我们刚刚在过程里面也都有稍微讲了一下，但我们刚刚也有讲，森达可能就不要就当回去老公，那老公要干嘛呢？老公就是要爱老婆，但是那个宠爱并不是帮他做所有的事情，那个碎碎念其实只是为了要解除你自己的焦虑而已。对，那祖雄跟嘉娜，我也在想，金钱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家庭观念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像2个人需要有多一点的沟通，有让嘉娜可以有自己运用的一笔钱，然后他可能也不需要跟你报备，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他都会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啦。那至于陈真跟强尼，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性爱跟爱不爱心里面的爱不爱会画上等号，但事实上并不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性它可能是可以加温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性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再增加一些东西，也许也会让性爱的品质会比较好，然后次数不用多。对，好 ，OK， 好，配合那个精心调配过的精油。婚姻其实没有万灵丹了，婚姻是长期处方钱，要定期回诊。我今天虽然是代班了，也蛮有收获的。对呀，谢谢，11点真棒。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婚姻中的问题，对症下药了哈。谢谢今天大家分享，谢谢。休蛋姐嘞，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支持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